有些人身体较瘦，头发易脱落，肤色暗沉，唇色暗紫，舌呈紫色或有瘀斑，眼眶暗黑，脉象细弱。这种类型的人，有些明明年纪未到，就已出现老人斑，有些则常有身上某部分感到疼痛的困扰，如女性生理期时容易痛经，此种疼痛在夜晚会更加严重。这种人属于血瘀体质。血瘀体质就是全身性的血液流畅不通，多见形体消瘦，皮肤干燥。血瘀体质者很难见到白白净净、清清爽爽的面容，对女性美容困扰很大。血瘀体质者舌头上有长期不消的瘀点，经常表情抑郁、呆板，面部肌肉不灵活，容易健忘，记忆力下降，而且因为肝气不舒展，还经常心烦易怒。血瘀体质易感肥胖并发症、消瘦、月经不调、抑郁症等。中医讲的是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和气郁就像双胞胎一样，如果一个人的气血运行不通畅，那么势必会导致血瘀，而一个人血瘀的话，就会导致气郁，长期以往，身体很容易出问题。因此，长期生活郁闷的人一定要注意气郁、血瘀的形成。血瘀气滞体质的形成，先天遗传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由于后天的性格、情绪不佳造成肝气郁结而形成的。其具体原因主要分为饮食因素、环境因素、精神因素三大类。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如果很喜欢吃甜食、肥肉、油炸食物之类的，很容易造成血脂过高的情况，血液就容易粘稠，流通也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气血的运行。此外，日常饮食过重、很少喝水之类的，也会造成血脂过高，产生气滞血瘀的问题。身体受寒的话，寒气侵入体内之后，会随着气血流动到各个地方，当血液遇到了寒气就会凝滞。所以说，长期生活在冰冻寒冷的环境中，或者时候天冷的时候没有及时穿衣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寒气侵入体内，造成气滞血瘀的问题。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又或者说家庭，到处都是压力。尤其是靠脑力赚钱的人员，不仅要经常熬夜，而且还要与竞争者打交道，导致整个人处于紧绷的状态，情绪起伏非常大，很容易造成气血失调。有句话叫不通则痛，很多疾病中都会有血瘀的表现症状。血瘀作为最为常见的致痛原因之一，也是一个比较难以调养的问题，因为血瘀的类型比较多，如果不对症来治疗，往往效果事倍功半，让患者苦不堪言。中医治疗疾病都讲究辨证，只有清楚了是什么类型的病症，才好对症下药。按照病症的表现，可以将血瘀分为气虚型和气滞型两大种类。气虚的人都容易疲惫，常常没有力气，也不想说话，说话的声音也很小，脸色比较苍白，或者显得比较暗沉。这种类型的血瘀同样会有气虚的以上症状，同时还会表现出胸部刺痛，无法触碰，而且疼痛的位置固定。除了以上的这些症状之外，气虚型血瘀表现在舌头上就是颜色暗紫。滞和瘀有相近的意思，气滞又血瘀，气滞引起血瘀。体内的气运行不畅，也会影响血气的运行。一般引起气滞的原因多是因为心情不好引起的，常常不开心、生气或者肝火太旺而无法宣泄，就会引起气滞血瘀。气滞血瘀会引起胸痛、易怒，女性则会引起痛经、闭经、经血有血块等。同样的表现在舌头上也是颜色暗紫。那么血瘀有哪些危害呢？血瘀的类型主要是以上两种，而体内血瘀对女性身体的危害很大，不仅会导致痛经、闭经，严重的会导致不孕或者产后崩漏，因此不得不注意调养。痛经在女性群体中非常常见，原因也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病症名称叫血瘀痛经，引起这种类型的痛经，多半是因为经血流出不畅，在体内累积，然后平时不注意保暖，也总是胡思乱想，从而导致体内的血瘀积形成血块，最终导致痛经。
想要调理这种类型的痛经，主要是要对身体进行活血化瘀。除了痛经，血瘀还会引起闭经，跟痛经形成的原因差不多。闭经是因为受寒气滞引起的，如果要调理，则除了活血化瘀之外，还要行气止痛。如果长期血气运行不畅，体内的淤血就会越积越多，而经过体内的机能运行，又不断有新的血气产生，久而久之，经血无法顺畅，经期自然不正常，有时候会出现突然大量出血的情况，经血中还会带有暗色的血块。长期血瘀虚寒，月经不调，严重的也可能导致难以受孕，所以女性要注意保暖行血，避免过于寒凉，最终影响身体健康。想要远离血瘀带来的各种症状，除了日常保暖、保持心情舒畅、补血补气、健脾养胃之外，还可以在血瘀并不是太严重的时候，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材进行身体调理。常见的有当归、阿胶、三七、没药、川芎、牡蛎等。当然，具体的药物服用方法，最好还是咨询一下专业医生，再根据医生诊断进行合理服用，不可盲目吃药。气滞血瘀又有什么危害呢？那就是容易衰老。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脸上、手上都长满了老年斑，其实这就是气血瘀滞的结果。元代名医朱丹溪说过，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人身上的气血达到一种平衡、和谐、通畅的充和平衡状态，就能保持精力充沛，身心舒畅，体魄强健。反之，气血瘀滞就会生病。在中医学上，气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被视为人体的生长发育、脏腑运转、体内物质运输、传递和排泄的基本推动能源。气不畅，主要表现为气滞、气郁、气逆、气陷4种情况。讲完气，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血。血对人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滋养，它携带的营养成分和氧气是人体各组织器官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它是将气的效能传递到全身各脏器的最好载体，所以中医上又称血为气之母，认为血能载气。如果血亏损或者运行失常，就会导致各种不适，比如失眠、健忘、面色无华、月经紊乱等，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说，斑的产生就是气血不流通，未能畅行全身而淤积在上半身所致，发于脸面为色斑，发于体内则形成囊肿、炎症。根据这一原理，关于老年斑的防治，我们可以用蜂蜜生姜水进行调理。生姜具有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等功效，可促进气血的运行。蜂蜜具有补中润燥、缓急解毒的作用，可促进人体气血的化生，维持气血的正常运行，二者互补互利。因此，中老年人可长期服用此水。具体做法是：取新鲜生姜片15克，用300毫升开水浸泡10分钟，待水温冷却至60摄氏度以下时，加入15克蜂蜜搅匀饮用。需要注意的是，加入蜂蜜时水温不可过高，有牙龈肿痛、口腔溃疡、便秘等上火症状的朋友，不宜过多饮用。在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四肢上会暴露出一条条可怕的青筋。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人体内废物积滞过多的产物。这一条条的青筋正是我们的静脉血管，而这类青筋暴突的人，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血瘀体质。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血管有静脉和动脉之分，人体通过动脉把心脏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通过静脉把血液回收到心脏。当静脉血液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时，青筋常常在人体表面出现凸起、曲张、扭曲变色等反应状。如果身体中有各种淤血、痰湿、热毒、积滞等生理废物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发生障碍。此时在脸部、腹部、脚部，特别在手掌和手背的青筋就非常明显。所以，青筋就是人体的积滞。身体内的废物积滞越多，青筋就越明显。事实上，根据青筋的分布，我们还可以判断出不同的病情。总之，人体任何地方出现青筋，
不但影响外表美观，更重要的是身体废物基质带的反应，也是血瘀体质的象征。青筋及肌带的清除关键是平时要学会清血净血。一般来说，消除青筋的凸现，达到清血净血的效果，最好是平常就运用拍打和刮痧疗法。血瘀体质在饮食调理上忌食凉食。血瘀体质的人应多吃些活血化瘀、调畅气血作用的食物，少食收涩、寒凉、冰冻之物，还可少量饮用葡萄酒、糯米甜酒，有助于促进血液运行。但高血压和冠心病等患者不宜饮用。女性月经期间慎用活血类食物。平常时候可以多吃一些活血化瘀的食物，例如山楂、黑大豆、桃仁等。会导致阻塞血管、血脂增高的食物就不要多吃，甚至是要禁止食用，例如奶油类、肥肉、油炸食物、各种甜食等等。血瘀体质常见于女性，女性情感细腻，容易不开心。如果不开心、郁闷、不想吃东西，可以服用桃红四物汤、稻摇丸、柴胡疏肝散等。可以为自己做一道药膳方——桂圆核桃汤，对于改善体质有不少的帮助。方法很简单，准备1份桂圆，2份核桃，锅里加入冷水后，放进桂圆核桃，等到煮开后转小火继续煮20分钟，然后桂圆核桃和汤一起吃，也可以每天把汤当作茶来喝。所有的血瘀体质的人都可以喝，特别是一些贫血、痛经、血脂高的女性，喝这个的效果很好。还有其他可以有助于活血化瘀、改善淤血体质的药膳，这里大家可自行了解查看。中医调理讲究对症治疗，其实对于血瘀体质的病人来说，就要经常的用一些具有活血作用的补品，像地黄、当归、五加皮，还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都是可以给血瘀体质的病人服用的。但是在服用这些所谓的补品的时候，也要适当，过量的服用补品会让身体的淤血更多，更不利于淤血的排出。血瘀体质宜用行气活血药疏通气血，达到以通为补的目的。当归、红花、止咳、桃仁、参三七、银杏叶等行气活血药，有助于改善气滞血瘀体质。著名的理气、活血化瘀方剂如柴胡疏肝散，具有调节血脂作用、活血化瘀的重药，如赤芍、丹参、牛膝、红花、参三七等。血瘀体质如有情绪抑郁，应以心理疏导为主，配合疏肝理气解郁药物，如柴胡、郁金、青提、中成药逍遥丸等，均有较好的解郁作用。运动是最好的养生方式，而对于血瘀体质的人来说，适量的运动具有增强心肺功能的作用，从而促进了人体的血液循环，对改善体质有着很大的帮助。当然了，对于血瘀体质的人来说，运动也不要太激烈了，尽可能的选择一些有氧运动，像散步、慢跑、游泳，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除了饮食，血瘀体质之人在精神调养上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精神愉快则气血和畅，血液流通，有利于血瘀体质的改善。反之，此种体质者若陷入苦闷、忧郁情绪中，则会加重血瘀倾向。保持心情的舒适顺畅，对血瘀体质者的身体益处十分重要。失眠一症，古已有之。从中医理论肇始的《黄帝内经》至历朝历代的临症医籍，其关于失眠论治的文章实为浩如烟海，洋洋大观。最早论述失眠的机理的，如灵枢、邪客中曰：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胃气独胃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
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明。血液瘀阻在上焦，会容易失眠，面色也会晦暗，粗糙呈褐色，面部有色素沉着，会有或黑斑，偶尔会有黑眼圈，口唇暗淡。出现失眠不必过分担心，越是紧张，越是强行入睡，结果适得其反。这类担心所致的过分焦虑，对睡眠本身及其健康的危害更大，造成失眠的因素颇多，只要稍加注意，不难发现，原因消除，失眠自愈。对因疾病引起的失眠症状，则要及时求医。生活起居上，血瘀体质的人要多运动，少用电脑。工作期间要每隔1小时左右走动走动。适量的运动能振奋心肺功能，非常有助于消散淤血。作息时间要规律，早睡早起，保持足够的睡眠，不要熬夜，以防伤血耗气。不洗冷水澡，不在湿冷地方久坐。从时令上说，夏天时不可贪图冷饮、生鲜、酸收之味，以免加重血瘀倾向。秋天不可像正常人那样秋冻，要早早求暖。冬季要早睡晚起，宜适量食用温补的食物，以温经通脉。切忌食用生冷、反季水果和酸涩食品，以免感寒收涩，加重淤血。血瘀体质者的经络疗法同样以活血化瘀为主要原则，很适合针灸推拿。如果想改善体质，常用的穴位有神阙、肝命、太冲、曲池。如果妇科月经问题，常用的穴位有太冲、维道、血海、三阴交等。如果有心胸肝胆慢性病，用膈俞、肝俞、内关、日月、曲泉等穴位。